傍晚，战浩宇常用的那辆迈巴赫准时驶入了乔氏集团，在办公大厦的门口停下来。他抱着一束花从车上下来，西装革履的他永远都是那样的俊美非凡。战总，他抱着花束一路而入，大家看到他都含笑的问好。他人一走过，那些职员的笑容立即收敛起来。战浩宇心里清楚得很，在乔氏集团里，多少人都讨厌着他呢。若不是他身份显赫，那这些人连假笑都懒得给他。还是他追妻不够努力吧。到了现在，乔涵都还没有恢复女人身份的意思，他只能继续顶着同性恋的名头招摇过市，承受着江城年轻女性的憎恨、讨厌。很快呢，战浩宇又调整心态，从他追求乔涵的那一天开始，他就做好了心理准备的呀。管别人怎么说，他追他的妻，这样其实也有好处，那就是没有人知道乔涵原来是女孩子，那就没有真正的情敌。至于那些女性情敌，怕什么？乔涵身份恢复，所谓的女性情敌全都得崩。战浩宇好心情地进了电梯，坐着电梯直上顶楼啊。出了电梯也不用秘书帮他敲门，自己走到办公室前，没有敲门就推开门，轻手轻脚地进去，想给乔涵一个惊喜。出去敲门再进来，乔涵低沉冰冷的声音响起。战浩宇脚步一顿，哇，阿涵的听力这么厉害的呀。阿涵。乔涵抬头看过来，表情严肃。战浩宇立即投降了，好，我出去敲门再重新进来，还想给他一个惊喜呢。他都听到了他开门的声音，还要求他出去敲门进来。战浩宇只得退出了办公室。秘书看到他刚进去就退出来了，猜到是怎么回事，偷笑。乔总是个很严肃也很严格的人，战总不敲门就进去，乔总不会包容他这种不讲礼貌的行为。这不啊，战总被赶出来了。战浩宇瞪了秘书一眼，秘书笑容一脸，他又不笑。战浩宇重新敲着门，进来。里面传来了乔涵的声音。战浩宇这才推门进去，关上门后，他抱着花束，笑嘻嘻地走向乔涵，将那束鲜艳的花束递到他的面前。虽说他总嫌弃他送花束啊，说不能吃不能喝的，不过每次收到花束，他还是能看到他心情的愉悦。乔涵接过了花束，破天荒地说道：“这束花很香，很漂亮，我挺喜欢的。”战浩宇愣愣的就看着他，下一刻他探过身子，伸手摸了摸乔涵的额头，嘴里呢嘀咕着体温正常啊。乔涵好笑的抬手拍开了他的手，我说花束漂亮，我喜欢。你怀疑我发烧烧糊涂了吗？难道你希望我说这束花不好看？我不喜欢，让你扔进垃圾桶里去。战浩宇咧嘴便笑，不是，我每次送花给你，你都说浪费钱，让我不要给你送花，都送了大半年，你的态度就没有变过。这一次忽然变了态度，吓我一跳。不过我很开心。你终于喜欢我送你的花束了。乔涵定定地看了他半晌，没有再说什么，人跟着起身绕出了办公桌，将那束花插在了花瓶里。他往后退了几步，审视着，说道：“这花瓶刚好够塞一束花，我送给你的东西啊，都是刚刚好的。”乔涵嗯了一声，转身他又回到办公桌里，开始收拾办公桌面。他上班前桌子整齐，下班时也要让桌面上这整整齐齐的。走吧，去吃饭，别让海玲姐和陆总九等了。战浩宇与他肩并肩走着，嘴上说到我过来的时候，打过电话给东明哥，他说他和海玲姐在回来的路上，他们路程稍远，估计会比我们晚一点回到酒店的。现在又是下班高峰期，路上容易堵车。两个人一起走出了办公室。乔涵对秘书说道：“跟明总说一声，见面时间推迟1个小时。”
是。秘书还以为乔总要取消和明总的见面呢，只是推迟1个小时见面，还好向明总交代。战浩宇就问他，你晚上还要谈生意啊？乔涵扭头看他，战浩宇秒懂他眼神里的意思，笑嘻嘻的，我其实也很忙的，不是天天无所事事的，就是看他忙的是什么事了。对于他来说，追妻也是大事。他天天追妻也是忙得团团转，不是真正的无所事事。哇，你是我见过最闲的人，战奶奶都比你忙。战浩宇边走边笑道，那倒也是，我跟奶奶比的话，是不如他老人家忙的。他老人家忙着给其他几头猪找可以拱的白菜，总是骂我们白长个子，白长得那么好看，不会拱白菜，不是好猪。乔涵扑哧的笑，战奶奶很有趣，他就挺喜欢战奶奶这个老人家的，会将自己的孙子们形容成不会拱白菜的猪，大概只有战奶奶了吧。老顽童一个都一把年纪了，还天天上蹿下跳的，要不是大嫂怀孕了，他老人家现在都还在外面到处飞呢。没见过精力那么旺盛的老人家，超越了很多年轻人呢。乔涵笑道，战奶奶精力旺盛，代表她身体健康，心态好。难道你不想看到这样的奶奶？我是希望就战奶奶一直都这样，能够长命百岁。我奶奶绝对会长命百岁的。我也就在你面前吐槽我奶奶几句而已，在别人面前我不会这样说的。那在他老人家那里我还得装孙子。2个人进了电梯，乔涵说你本来就是战奶奶的孙子，不用装了。战浩宇笑，是哦，我本来就是他的孙子，非常幸运也非常的幸福，奶奶是这个天底下最好的奶奶了。虽说会自作主张的给他们安排一个目标对象，让他们行动起来，让他们挺无语的，最后他们还不是都依了奶奶，他们也因此获得了幸福。亲奶奶吗？不会坑他们的。一进电梯，电梯门关上了，战浩宇立即牵起了乔涵的手，就要将他往怀里带。乔涵的手机却不识相地响了起来，他连忙推开他，掏出手机看了来电显示，对战浩宇说道，我妈的电话，未来丈母娘来电。战浩宇就不好骚扰他了。妈。乔涵接听母亲的来电，阿涵，你下班了吗？刚准备下班，怎么了？乔太太问道，除了晚礼服，要帮你再买几套日常穿的家常便服吗？乔涵想也不想拒绝了，不需要，她只是明天晚上出席宴会穿一下晚礼服，告诉众人她其实是个女人，会喜欢战浩宇很正常，战浩宇也是个正常的男人，不是同性恋。大家不用再戴着有色的眼镜看战浩宇了，大家总觉得是战浩宇祸害了他，故而总会戴着有色眼镜看战浩宇，却不会那样看他。怎么不需要？哎，你不是要恢复女人身份吗？乔太太不解地问。很快，她又说，你就只打算明天晚上穿一穿女装，之后继续穿男装，平时不变，就是她可以不用假胸肌了。不过呢，她颇有点像太平公主，就算不用假胸肌，穿上西装外套，她看起来也是像个男人的。乔太太，你都决定暴露身份了，怎么还要扮男人？那样多累啊。妈，那是我的习惯，20几年的习惯，不是一下子就能改过来的。妈，我要求帮我买就行，以后的事我自己能安排好，妈不用操心的。要操心的话，操心一下你儿子吧。乔轩那个混小子操心不来。那行，妈就按你的要求去买，另外再帮你多买几套家常服，放在柜子里，你什么时候想穿就拿出来穿。乔涵嗯了一声，没事了，你下班吧，我和你爸先去吃饭。好久没有逛街，逛了一条街，你爸就说逛的脚都累了，要去吃饭，饭后再慢慢逛吧。乔太太说着就挂了电话。乔董在一旁问他，阿涵不要吗？夫妻俩可是帮女儿看好了很多新衣服，都很适合女儿高冷气质的。
他说不要，咱们买就是了，就买回去，放在他的衣帽间里，哪天他心血来潮了，想给女婿一个惊喜，自然会拿出来穿的。那些裙子多好看呀！我老早就想给闺女买裙子的，无奈她不要。明明有女儿，却不能将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像个公主似的。乔太太想起来就后悔，后悔顺着女儿的意思，由着她假扮男儿，结果一扮就是20几年，导致她的娘家人都以为他们记错了，以为她当年生的真的是一对孪生子，而不是龙凤胎。主要是乔涵比起乔轩更像个男人。那就买吧，那你干嘛说我逛了一条街就累了呀？阿涵会觉得我这个爸好没用，让我在孩子面前很没脸的。乔太太说他难道不是吗？平时你出去和朋友们骑马、打球什么的都不觉得累，让你陪我逛街就说累了，是你说累的，还不让我告诉孩子呀？还是你讨厌陪我逛街，想陪年轻貌美的小狐狸精？乔董哭笑不得的，行行行，是我错了，我不累，我可以陪着你逛，逛到你不想逛为止。我想找年轻的小狐狸精，早就找了。我找了吗？咱们结婚几10年，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你呢。他们家风不好，占家老太太也不会相中他们的女儿。当然了，他们的女儿十分的优秀，才会被老太太相中，撮合女儿和战浩宇的。那边的战浩宇在乔涵结束和未来丈母娘通话后，随口问了句：“你让阿姨帮你买什么？需要什么跟我说一声，我给你买啊。”乔涵没有告诉他，只是说到我爸妈在外面逛街，我记起我需要点生活用品，就让我妈顺便帮我买回来，省得我的管家跑一趟。战浩宇哦了一声，没有再问下去。电梯将2个人带下了1楼。战浩宇想在电梯里亲他一下都没有机会了，那在乔氏集团里他还是不敢放肆的。乔涵需要面子，也要维护着乔涵的尊严，毕竟乔涵是乔氏集团的当家总裁。战浩宇开着车载着乔涵离开了乔氏集团，乔涵的司机以及保镖同样跟随着，因为用过饭后乔涵还需要和明总谈生意的。战浩宇他们到达丰泽酒店的时候呢，海玲和陆东明还没有回到，他们又等了大概半个小时，海玲他们才回到丰泽酒店呢。海玲的心情不太好，她推着陆东明进了酒店。那陆东明老是扭头跟他说话，他也不怎么接话。那陆东明知道他心情不好的原因，宽慰的话说多了，也未能让他心情好转。陆东明便没有再说宽慰的话。海玲需要自己调整好心态哈。上了楼，来到战浩宇安排好的雅间了，海玲的情绪才好一点。东明哥，战浩宇看到海玲推着陆东明进来，连忙起身迎上前去，想帮海玲的忙。浩宇，你东明哥能自己走几步的。海玲不用战浩宇帮忙，推着陆东明走到了餐桌前停下来。陆东明自己起身走了2步，然后在桌子前坐下。乔涵也站了起来，他礼貌地和2人打招呼。回来的路上堵车，让你们久等了。海玲调整好情绪，又变回那个坚强自信的海玲了。没事，我们也是刚到不久。哎，海玲姐，事情都处理好了吗？大家坐下后，乔涵给2个人各倒了一杯热茶，关心地问着海玲。海玲嗯了一声，那就好。陆总明天就回去啊？乔涵低沉地问着。陆东明温和地道，我就是过来看看的，明天下午回去，公司里的事情多。周五下午接到了洋洋，我再带着洋洋过来。洋洋说想妈妈了。洋洋那么小，海玲姐将她留在管城，她不哭闹已经很棒的了，会想妈妈那是很正常的。好在洋洋打小由妈妈和小姨一起带着，妈妈不在家，有小姨照顾她，她也能接受。这次我临时起意过来的，没有告诉洋洋，洋洋去我家里，才知道我来了江城。小家伙打电话抱怨我不地道，过来也不跟他说一声，
提及洋洋，陆东明那眉眼都是笑，就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很疼爱洋洋。也怪不得他最终是征服了海玲的心，他对洋洋的好是真心的。当了妈的女人，孩子就是他们的底线。大家都笑了起来。战浩宇提前安排好的，陆东明和海玲回来后，服务员便开始上菜。那一顿饭也吃得热闹，皆大欢喜。饭后，乔涵很快就告辞而去。他需要回到广元大酒店与明总洽谈合作之事。好在广元大酒店和丰泽大酒店距离很近，斜对面。再近，战浩宇也坚持要送乔涵过去。那海玲则推着陆东明出了酒店，在酒店附近的街道闲逛，逛逛江城的夜市，欣赏江城的夜景。心情好点了吗？陆东明问着身后的女人。海玲默了默后说道，已经平静下来。以后我遇到的事会比现在遇到的更加的残酷。如果我连这次的事都无法面对，我也不用待在江城了，回管城继续的理我的餐馆得了，那样有傅大姨所托，辜负了大姨的期望。你能想开就好。逛了这么久，没有想买的东西。陆东明扭头问他想要什么。咱们去买，我送给你。海玲笑，我自己能买，不用你送的。我现在是你的男朋友，以后还会成为你相伴余生的男人，咱们不用分得那么清楚的。我也没有送过什么礼物给你，送了你也不要。不瞒你说，我家里有一间客房，客房里面堆满了你们女人喜欢的各种礼品，都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有些是送给你，你不收；有些是我还没有送过，知道你不会收下的，只得先放在那里。以后咱们成了一家人，那些东西自然而然就成了你的。你要是不使用，就是浪费咱们小家庭的钱。想来你是舍不得让咱们小家庭的钱被浪费掉的。过去他没有接受陆东明，说不想再嫁，只想挣钱搞事业，养大儿子就完成任务了。故而陆东明送给他的礼物，他几乎都没有收下，连花束都不肯收，更不要说那些贵重的奢侈品了。原来他还有更多贵重的礼物没有送到他面前的，猜到他不会收下。就算以后我们组成了一个小家庭，那我又能佩戴多少珠宝呢？能用多少护肤品、化妆品？能穿多少套衣服啊？又能玩几个包啊？你可以每个小时换一次款式不同的，不需要时间呀。海玲好笑地道，我又不是模特，上台下台就是一套衣服。陆东明也笑，那我少买点衣服，珠宝可以多买点，你戴过了，不想戴可以放着，以后洋洋娶媳妇了，送给咱们的儿媳妇，也可以留给孙女们继承。爸爸都没当，就想着当爷爷了。陆东明脸微红，嘻嘻的笑，想着未来的好日子，我就信心十足，有动力坚持着做复健，争取早日真正康复，娶你进门。海玲，我一定会给你一场盛大的婚礼，像战印和海彤他们的那样隆重盛大。海彤有的你都会有，他没有的你也有。海玲说道，我有什么东西是彤彤没有的？你坚持做复健，我不在管城的时候，你要自己照顾自己，有空了就去看看洋洋，小子应该也会去看你的，他现在对你比对他亲爸还好。陆东明颇是得意的道，那是我对他掏心掏肺的好，他亲爸只会在他面前说我的坏话，说我多不好多不好。洋洋那么聪明，心如明镜似的，谁好谁坏他分得清楚的。他爸越是说我的坏话，他越不喜欢亲近他爸。说到这里，陆东明扭头看海玲，见海玲神色自若，提及周红林，海玲的情绪都没什么变化了。看啥呀？以为我还在乎那个男人，他如今也就是洋洋的爸爸而已。海玲说道，以为我还爱着他，以为提及他我就会心情低落。
都过去多长时间了呀？我怎么可能还爱他？怎么可能还受他的影响？我要是还爱着他，当初就不会离婚。心死离的婚，早离早好吧。周鸿林说到做到，他和他的家人都没有在打扰海玲的生活，两个人之间唯一的牵扯就是洋洋，但是周鸿林还是无法做到心平气和地看着海玲和陆东明在一起，更怕陆东明这个准继父当得比他这个亲爸更好，就忍不住在洋洋面前说陆东明的坏话，诋毁陆东明。在洋洋还害怕陆东明的时候，周鸿林在儿子面前说陆东明是坏人，洋洋都会替陆东明说话，坚决否定了爸爸对陆东明的诋毁。更不要说如今洋洋和陆东明感情好得很，每次父子俩见面，周鸿林到最后都会忍不住在儿子面前说陆东明不好，说陆东明残了海玲和他在一起就是拖累了海玲，又说海玲图陆东明的家产，说海玲羡慕妹妹嫁入豪门，她有机会嫁豪门了，哪怕陆东明是个残废，她也嫁。总之呢，就是各种的诋毁。特别是洋洋回周家的时候，周母呢，周红英等人那说得更加难听。洋洋每次见了亲爸后，回来都不开心，并且总是说不想去爷爷奶奶家里，也不喜欢爸爸了。就算周鸿林也会给儿子买点东西。洋洋如今包围在富贵圈里，什么东西没见过？周鸿林的那点讨好，洋洋不会嫌弃，他还是个很单纯的孩子，不会嫌东嫌西的。他就是单纯的不喜欢爸爸，老是说陆叔叔的坏话，有时候还会说他的妈妈。在小孩子的心里，妈妈是最好的，那谁说妈妈的坏话，就觉得谁是坏蛋。下次周鸿林再在洋洋面前说那些话，我找他算账去，跟他说了多少次，不要在小孩子面前说那些话，就是听不进去。他们一家人的德性改不了。每次洋洋回来告诉了妈妈后，海玲都会和前夫沟通，让他不要老在洋洋面前说陆东明的坏话，他和陆东明怎么样都是他的自由，周鸿林没有资格再管。况且周鸿林也承诺过，不会再打扰他的生活的，还在洋洋面前说那些话有什么意思？那周鸿林每次都会道歉，也承诺不会再说。那他不说，周母会说，周红英会说，甚至周红英的儿女们都会在洋洋面前胡说八道，导致洋洋越来越不愿意去见亲爸。是周家一家子亲手将洋洋完全推到了陆东明这边的。周鸿林心里还有你吧？陆东明说道。他倒是不介意周鸿林就在洋洋面前说他的坏话，周鸿林老是那样说，洋洋就越是不喜欢亲爸，就反而让他和洋洋的感情更深。那陆东明现在呢，也算是明白了，洋洋每次从周家回来对他就特别好。那小家伙啊，大概是觉得对不起他吧，因为周鸿林说了他的坏话，他对我早就没有了爱意，若是有爱，不会做出背叛我、伤害我的事，更不会在婚姻持续期间就任由他的家人欺负我。那一个男人若是真的爱一个女人，哪舍得她被人欺负？就算是婆媳矛盾，他也会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任由着他的父母姐姐指责我。他只是心里不平衡而已，就像我当初说他们那样，若是周鸿林和叶佳妮过得很幸福，没有发生那么多事，两个人都没有丢掉工作的话，他们生活的幸幸福福，等着新生命的出生，哪里还会管我是死是活？对洋洋的感情都会变淡，因为他们有了爱情结晶。周鸿林对洋洋的感情一向不深，他没有用心去照顾过儿子，那能有多少感情？陆东明想了想，了一声，不说那些让人心情不好的人和事了。我明天就要回管城，海玲，你陪我去买几套新衣服，送给洋洋的，还有新玩具，你帮我挑他喜欢的玩具。
我每次送玩具给他，他似乎都不太喜欢的样子。海玲也不想老提起前夫，哪怕他早就坦然面对一切，但是在陆东明面前提及前夫，还是担心陆东明会吃醋的。出了车祸后，陆东明也变得脆弱了很多，主要是双腿的残疾让陆东明丧失了自信心，导致他变得脆弱。与他相处呢，海玲都很小心，生怕会伤了他的自尊。洋洋很多新衣服了，很多他都还没有穿过。小孩子长得快，不用买太多的新衣服，都还没有穿，人就长大了。他又没有弟妹可双减他的衣服穿，海玲都很久没有给儿子买过新衣服了，也不用他买，那么多人宠着洋洋。洋洋最不缺的便是衣服、鞋子，还有玩具，就连书包都有几十个新的。一上幼儿园，这个送几个新书包，那个送几个新书包。海玲觉得儿子的东西多到都可以开店了。我没有告诉洋洋，自己跑过来看你。洋洋都生气了，再不给他带点礼物回去，他会更生气的。我们买大码一点的，这样他明年都还可以穿。海玲笑，那随便你吧。两个人逛了一个晚上，原本说好只买2套衣服，2样玩具的，结果回酒店的时候，那是大包小包。回到了房里，陆东明就拍下了今晚的战绩，然后发给战印，让战印给洋洋看。战印收到好友发来的相片后，回复了语音信息，洋洋睡下了，明天要上幼儿园了，明天起来再给他看吧。陆东明说道，那算了，明天我都回去了，等我回去幼儿园接他，再给他看，给他一个惊喜。战印笑，行，明天你就回来了吗？匆匆忙忙赶去江城，就在江城待一晚呀。明天回去了，海玲也忙，我不好占用海玲太多的时间，回去照顾好洋洋，让海玲没有后顾之忧，在江城给我和洋洋打一片江山。那说到最后呢，陆东明呵呵的笑，海玲在一旁听到，好笑的到最怕到最后负债累累。陆东明霸气地道，怕什么？有我呢，只要不是欠下1000亿债务，我都能帮你还啦。你尽管去闯，天塌下来还要我给你撑住，不用担心亏本，不用担心负债累累的。欠下1000亿债务，他想都不敢想。以他现在的家产来看，欠下1000万债务，他都能愁白头发。战印又发了语音信息过来，我姐有你这个后盾，他没有后顾之忧，肯定能在江城打下一片天下的。陆东明放给海玲听，对海玲说道，听听，你妹夫都对你充满了信心，你们总是那么信任我，我要加倍的努力，才能不辜负你们的期望。你也别累着，遇到难题记得第一时间向我求助。虽然我残了双腿，但我脑子没有残，我还是能帮你解决问题的。海玲不喜欢听他说残了双腿的话，你的腿会好起来的。我不喜欢听你说你残了的话，以后不准说，我还等着你重新站起来娶我过门呢。陆东明眉开眼笑的，有你这句话，我肯定能够好起来的。海玲脸泛红云，有点不好意思的说道，你也别和战印聊太久，早点休息，我也回房休息了，明天还得跑公司的事。去吧，晚安。陆东明说着摸了摸自己的脸，示意海玲给他一记晚安吻。海玲凑近前，弯下腰去亲了亲他那有刀疤的那边脸。亲过后，他轻轻地摸着他脸上的刀疤。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母子俩都有被他脸上的刀疤吓到的，只是他是当妈妈的，要护着儿子，没有流露出对他的害怕。他当时以为他是个黑社会，生气的时候凶神恶煞的，主要是他当时不小心碰撞到他的车子，看到下车的男人高大威猛，脸上还有刀疤，他都吓坏了。碰撞到的又是豪车，他以为会赔到他倾家荡产的，最后只让他赔了近万元。
那后来才知道，还是妹夫跟陆东明说了。陆东明知道她是战印的大姨姐，陆东明才没有让她全赔的。当时是不是好痛呀？海玲轻轻地问着他。陆东明捉住了她的手，按压在她的脸上片刻后，拉下了她的手，说道：“痛是痛，那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最疼爱我的奶奶离世，是我这个孙子不孝，害他老人家担心，加重了他的病情。我妈总是劝我去做整容手术，整掉这条刀疤。洋洋那时候很怕我，我也想过去整掉的，想到我奶奶，我还是不整了。我对不起我奶奶。”提到奶奶，陆东明的情绪低落，后悔自己青春年少时的冲动、不懂事、叛逆。海玲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能默默地拥抱着陆东明。片刻后，陆东明轻轻地推开她，温声说道：“回去休息吧，很晚了，晚安。”“晚安，你也早点休息，明天还要回管城呢。”两个人互道晚安后，海玲离开了陆东明的房间。陆东明坐着轮椅送她出了房门口，看着她进了隔壁的房间，他才关上房门。一夜再无话。隔天，陆东明用过早餐后，就在海玲的相送下，坐车离开了丰泽大酒店。海玲没有跟着去机场，只送他上了车，站在酒店门口目送着他离开。送君千里，终有一别，送得太远，反而越不舍。直到陆东明坐着的车子看不到了，海玲才带着保镖团走向他暂时使用的2辆车。那陆东明回管城了，他也得继续忙他的事情。忙碌的时候，时间过得特别快，好像天才亮，转眼间又到了傍晚。战浩宇不知道乔涵下午不回公司，他像平时一样，傍晚时分就驱车到乔氏集团等着乔涵下班，然后一起去吃饭。乔涵很忙，能给他的时间不多，每天的吃饭时间就是他和乔涵培养感情的最好时机。车子驶进了乔氏集团，在老地方停下来。战浩宇从副驾驶座上抱过了花束，然后下车。他在办公大厦门口遇到了往外走的乔轩，乔轩还与几位公司高管一起边走边说着什么。看到战浩宇，一行人就停了下来。你还来公司干嘛呀？乔轩开口就问，问的战浩宇有点不解，反问他，我干嘛不能来你们公司？他天天都来的呀。乔轩还能将他赶出去啊？乔轩赶他出去。他立即打电话给乔叔，向乔叔告状。乔氏集团的当家总裁是乔涵，但公司的股份大部分都还在乔董的手里，乔董才是公司最高层的领导人。当初乔涵吩咐了保卫科的人，不让战浩宇进乔氏集团，有什么用？乔董一来，给了战浩宇特权，允许战浩宇自由出入乔氏集团，连乔涵这个当家总裁都没有办法呢。乔轩嘻嘻的笑，我哥不在公司里，你还来乔氏，是来找我的吗？这束花送给我的吧？来，给我拿着那么大的一束花，你抱着也辛苦，送给我的，就让我自己抱着吧。他是边说边伸手过去要从战浩宇的手里抱过那大束的玫瑰花束，嘴上还说到我长这么大，还没有收到过帅哥送的花束呢。浩宇，你的眼光真好，买的这束花真是漂亮，我得拍下来发到朋友圈去炫耀一下，让我那些红颜知己学一学，送花给我就要送这么大束的。战浩宇一巴掌拍开了乔轩的手，那几个高管就沉默地看着这一幕，心里都在腹诽着乔董的2个儿子都被战浩宇扳弯了吗？乔轩还好很多，至少乔轩经常会和红颜知己来往，吃喝玩乐也会带上几个红颜知己。乔总呀，真的是被战浩宇毁了。哪怕战浩宇是很优秀，来自这管城第1大豪门战家，那又如何？同性恋在国内还是不被世俗认可的，你想得到没？
这花不是送给你的，你哥不在公司啊？战浩宇就问到他出去了。乔轩被拍开了手，也不生气，他故意说着战浩宇，看来你天天缠着我哥还是没有缠紧啊，连我哥去了哪里都不知道。我哥下午都没有回公司，你也不知道？哦，战浩宇还真不知道，他只知道乔涵跟他说，傍晚去接他，陪他出席今晚的宴会。乔涵今晚出席的宴会是在江城某豪门的大宅里举办的，并非在酒店，所以战浩宇一忙完就赶紧过来了。他连衣服都没有换，也不用换了，他天天都是西装，换来换去也是西装。像他这种天生俊美的男人，就算衣着随便，也能轻松地成为人群中的焦点。看你的表情就知道我哥什么都没有跟你说。呵呵，战浩宇，你缠了我哥大半年，硬生生地将我哥缠成了同性恋，但现在看来，我哥对你的感情也不过尔尔吗？说着，乔轩颇是同情地拍了拍战浩宇的肩膀，笑道：我没空，就不陪你唠叨了。你想进去也行，想离开也行，随你的便，再见。乔轩还真的撇下了战浩宇，带着那几个高管走了，继续边走边谈论着工作上的事情。战浩宇岂是那么容易被小舅子打击到的人？他当即扭身走回到前台，问着还没有下班的前台，你们乔总下午真的没有回公司啊？还是乔副总骗我的？乔总下午的确没有回公司。战浩宇哦了一声，又问没说去哪里啊？是去谈生意了吗？他发信息给乔涵的时候，乔涵并没有说要去谈生意啊。前台保持着微笑答到乔总的行踪，我们不知道。战总，你还是问一下乔副总吧，或者自己打电话给乔总，他们只是前台而已，又不是乔总的秘书，哪知道乔总那么多的行程。谢谢，从前台这里问不到什么。战浩宇抱着花束走出了办公大厦，回到车上后，他将花束放回副驾驶座上，然后拿出手机打电话给乔涵。乔涵倒是很快接听了他的电话，听到乔涵的声音后，战浩宇略松口气，至少能证明乔涵并非在逃避他，他只是工作太忙，平时他做什么呢，也没有告诉过他呀。战浩宇失笑，觉得自己就是太在乎乔涵，被乔轩说了几句，就担心会被乔涵抛弃，觉得自己真的没有走进过乔涵的心一样。阿涵，你在哪里啊？我来了你的公司，遇到乔轩，他说你下午都没有回公司。乔涵此刻穿着高跟鞋，还在练习着走路，以为很简单，走路而已。的确也不难，就是他不习惯呀。穿上高跟鞋走了2步，他就脱了下来，跟母亲说宁愿赤足也不想穿高跟鞋，不舒服，没有他穿皮鞋来的舒服。乔太太说你穿着晚礼服就要配上高跟鞋，从来没有看到过咱们这个圈子里的千金小姐们穿着晚礼服搭配皮鞋的，所以她只能穿着高跟鞋练习走路，无数次都是脱下了高跟鞋就拎着鞋子走回来。老母亲瞪她瞪了又瞪，都要将她瞪成黄蜂窝了。